神经网络的输出不是严格的0和1构成的弯后的向量，我们也只需要输出是概率就行。为什么在这里不直接要求严格的弯后的向量？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上节我们介绍了输出层的原理，这里有2个全链接，一个是磁嵌入和输入层的全链接 W1，一个是输出层和输出层前一层的全链接 Wout。这2个全链接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可以非常简单，仅仅是行列进行一下互换而已。具体我们来看图中，绿色的这个就代表磁嵌入的全链接 W1， 它就是一列数字用来代表一个磁嵌入神经元。在这个 W1 的磁嵌入表中啊，一列数字就代表一个磁嵌入神经元和输入层链接的全部权重。比如说第一列也就代表第一个神经元，也就是图中画出来的这个神经元跟输入层的全部链接 W11、W12、W13， 有2个下标啊。第一个下标是代表这一个神经元是磁嵌入层的第几个神经元，第2个下标代表是这个神经元和输入层的第几个神经元相连的权重链接。输入层有小 n 个神经元，所以一个磁嵌入层神经元它会有小 n 个权重。同样的类比，我们来看输出层的这个全链接 Wout， 它也是用一列数字来代表一个输出层神经元和前一层的全部权重。比如第一个输出层神经元 W11、W21、W31 等等等等，在这里第一个下标代表的是和前一层的第几个神经元链接，第2个下标代表是这个神经元是输出层的第几个神经元。如果我们让蓝色部分和绿色部分的神经元数量保持一样，也就是输出层和输入层都是 n 个神经元，输出层前一层和磁嵌入层都是大 n 个神经元，那么绿色线的磁嵌入全链接和蓝色线的输出层全链接就可以完全共享参数，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把行列互换一下就行了。就像图中这样，互换之后就可以用了，这样大大的减少了神经网络中的参数数量。真有这么凑巧，输出的结果都刚好是弯后的向量，都是0和1的值吗？确实是啊，没那么凑巧。神经网络的输出不是严格的0和1构成的弯后的向量，但幸好我们也只需要输出是概率就行了。为什么在这里不直接要求严格的弯后的向量？因为语言是模糊的，它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比如在 UP 主讲的真好这个例子中，下一个字我们可能用的是好，也可能用棒。UP 主讲的真棒，UP 主讲的真行，这些都是在自然语言中符合语法也符合正常表达的词语。因此神经网络给出的输出结果应该是包含了这一个各种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概率，而不应该是严格的弯后的向量就只有一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弯后的向量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概率分布，它只有一个位置是1，其余位置是0，相当于是100%的概率，100%的确定，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性。这一种情况我们适合在输入端，因为输入是已知的事实，它是100%确定，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但是输出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已经说完了，那它已经是100%确定的结果，但我下一句要说什么其实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输出的时候输出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任务中，通过概率分布的表示，模型可以表达出不确定性，刚好是符合自然语言模糊的特征的。总之就是弯后的向量，它是一个100%确定的概率分布。我们需要神经网络的输出是一个不那么确定，不用100%确定的概率分布。这个概率分布的标准就仅仅需要达到所有神经元的输出值都是0到1之间，且总和是1就行了，不需要像弯后的向量满足这个条件之外，还需要严格的只有一位是1，其他位是0。我们可以把神经网络输出的这个概率分布想象成一个投票系统，每个字都是一个候选者。在 UP 主讲的真作为输入的时候，好这个字它可能得到了40%的票数，棒这个字可能得到了30%的票数，行这个字可能得到了30%的票数，其他的字可能得到的票数是0。通过这样的输出形式，神经网络能够为每一个字匹配一个概率，最终根据这个概率值来选择最有可能的字，所有的可能性加起来总和
合就是1，恰好符合自然语言的需要。这里插一句啊，概率化之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概率变化它是连续的，所以它是可以求导、求梯度。在训练阶段的反向传播中，我们之所以能调整参数，就是根据求导和求梯度的结果。不连续的弯后的向量是无法求导，所以也就无法训练，因此我们必须概率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具体如何做到概率化。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继续。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细节，关注一下再说。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